嗨，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Hi, 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我看起来很白？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使用巴黎莱雅的精致真颜这个系列产品的心得。这句话好长啊，一个憋气的感觉。之前有说到我抽到他们这系列的小样，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它值不值得买。再来就是我买了 Maybelline 跟 MM 联名系列的产品，然后一样会素颜用给你们看。今天就是要全联使用 Maybelline 的产品。其实这样说起来，这整支都是巴黎莱雅集团的产品。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染的头发，这是我自己在家里乱搞的。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失败，就是前面好像看起来还好，但其实底下拉起来这边啊，没有染得很均匀。因为我真的超级不常自己染头发的，但是我已经黑发大概3年了吧，我就觉得有点腻，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换色的冲动，因为我觉得黑发真的看得好腻哦。然后下个礼拜应该会去剪头发，想请问一下大家觉得我的新发色如何？我自己是有点看不太习惯啦，因为我忘记我的眉毛也要染到了，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我的黑色眉毛就有一点明显，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这颜色算是显白的，而且因为我染了咖啡色的，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带了月银金这个银眼。因为我之前黑发的时候，我戴月银金那个颜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会觉得有一点好像眼睛瞪得很大，会觉得那个咖啡色很浅，但是配上咖啡色的头发之后，我觉得有一点抵消掉那个太浅的感觉，没有那么的突兀，比较和谐一点。我应该不会再染黑啦，但是可能补染的时候就可以。大家再推荐我一下有什么颜色可以染呢？我觉得这颜色我应该很快又会看腻了吧。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镜头前面可能比较看不太出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头发是这样卷卷的。那这一个卷发呢，这是我自己自然的卷度，应该是还可以再更卷啦，因为染后发质会变差，所以就变得比较毛一点，比较干一点。这个卷度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但是目前我没有做任何的造型，我就只是看网络教学影片，稍微尝试了一下。等我再更成功一点之后，我就会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那我就先用莱雅的精致真颜这个系列的保养品先来做妆前打底。那其实我的脸部精华液已经上好了，因为我是抽奖抽到莱雅他们新出的精致真颜这个系列的小样。那其实我的 Instagram 上面已经放了我的心得了，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用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今天就不会用精华露这一罐，因为这一罐呢，它里面是有加酒精的，它用起来是会很清爽，没有错。因为我不喜欢保养品有一层薄膜的感觉，我就是直接倒在手上，直接这样子抹在脸上。然后我觉得我后续要上其他精华液的时候，我要推比较久，然后感觉那个精华液还没有吸收进去，所以就觉得好像有阻挡后续的吸收。那种会成膜的保养品我基本上都没有用完过，我就会把它擦在身体上，不然我真的不会想要再继续用。我现在想要减少使用含有酒精的产品，我在 Cosme 上面也有写心得，那这一个我就是给4颗星。那接下来是眼霜，眼霜的话我觉得它的质地比较硬一点，所以呢我就会挤比较多，大概这样子的量，搓开点在眼皮上，可以用指腹的温度稍微敷一下。那这一罐日霜呢，我自己是觉得它不会去影响我眼妆的持久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眼霜它还蛮滋润的，就算我可能后续用了眼影打底，还是会去影响眼妆的持久度。那这一款就不会。你看它小样是这种条状小罐的，但是它正货是一个广口瓶，我就觉得这设计有点不太好，因为眼霜那个价位比较贵一点。
然后用广口瓶就很容易变质。它的精华露、眼霜、日霜都是含有珍稀麦卢卡花蜜跟黄金4生态精粹。那高浓度的普拉斯链只有日霜跟眼霜才有。我今天的泛红有使用别的产品，所以日霜的话我只会上在比较干燥的地方。但其实我用日霜在泛红的地方是不会有刺激感的，也不会加重那个情况。日霜其实是凝霜的质地，它不会有乳霜的厚重感。如果天气冷或是干肌，我觉得会不够力。但如果是天气热的晚上，或者是干肌在白天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蛮适合的。不过我发现晚上用完日霜，起床的时候觉得脸是有出油的，有一点点像是我之前说黑绷带会让我出油的感觉，但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脸是有油腻感的。不过那并不会致痘，这样子早上起床我就会用洗面乳洗脸。那推荐度的话，我会推荐日霜跟眼霜。那精华露其实我就会觉得这2个就够了。我测试的时候，精华露我就是把它拿来当做前导精华，或是我就直接单擦它，然后再上日霜。那晚上的时候，我就是用自己的精华液上眼霜，全脸、脖子，再上日霜。但是因为我大概只用了10天，我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所说的浮纹紧致的效果，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一夕之间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我的肤质很普通，我的头发很普通，就我皮肤的状况也很普通，然后长的皱纹也普通。因为我可以看到我同年纪的朋友，他们可能这边嘴边肉变得很明显，已经开始这边有一块是下垂的，或是外国人的鱼尾纹真的很明显，他们这边皮肤很薄，可能年纪比我还小的这边皱纹就已经比我还深了。抗老这种东西，普拉斯链啊，维生素 A， 你就是长期使用，你可能不会看到改善，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脸的皮肤没有垂下来，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原本东西就在那里，但没有的东西它也没有出现，又是一个歪理。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是需要长时间观察的，但其实我自己用下来这个系列，我觉得表现没有很突出，没有那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如果是这个价位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去选其他更厉害的 A 醇，或是这个价位也有很好的乳霜可以使用。如果我把这个试用品用完，我可能就不会回购，因为还有好多我觉得很厉害的保养品可以用。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使用 A 醇会不舒服的人，莱雅这个普拉斯链真的还不错，因为它不会造成你脸部的刺激，你就可以随身都摆一罐。我刚才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我的头发，因为我觉得我的头发好毛，而且在镜头前，你看我自己看是咖啡色，但镜头前你可以看到这边透光的地方很像红色。我自己看镜子我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的，但是看镜头就觉得好红哦，整个人看起来很暖，很不习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走冷色调路线的人。那这系列的话，精华露跟日霜是含有酒精的，尤其它精华露，它酒精是在第3多的成分，所以你自己要斟酌一下。然后这系列都很香，都是有加香精的，所以你也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能够接受香精。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化妆的部分。我昨天拍开箱影片的时候，我就这一箱打开来，然后全部的东西都滑出来了。我去买了 Maybelline 跟 MM 巧克力的那个联名系列，我自己是冲着这一双袜子买的，因为我真的超喜欢那个点点。说真的，它红色的有一点丑。那包包的话就是随机，我当下是看不到他送哪个颜色的包包，但我拿到我最想要的黄色。所以他那时候整箱送来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黄色。它红色那一只，它是躺着的，脸歪嘴斜的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丑。黄色比较可爱，
它毕竟是正品啦，它后面就是 Maybelline 他们自己的字样。这个包包打开来，里面是白色的，它的黄就只有外面而已，有点薄。以它这个满额赠的价位来说，我觉得门槛算蛮低的。就你其实只要买3样东西，你就可以得到袜子跟这个包包。所以我就只有买3样产品。我买的是唇釉跟眼影盘，它是一个组合，然后会送袜子。然后我再另外买了他们 Fit Me 的粉底液，这样就有超过888，送的就是他们的袋子。那我们先来上粉底液，边上边聊呗。那粉底液它只有2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偏粉的，一个是偏中间色调的。它粉底液的这个盖子只有一面是有 的，它其他的都是没有的。打开来这个头也是黄色的，也很可爱。它瓶身的这一面跟这一面，就是它的 这一个呢是贴纸，它不是印在玻璃瓶身上面的。我选的色号是110，它是比较中性的颜色。那另外一款是偏粉的，不过呢，我觉得因为它只有这2个色号可以选择，对于黄2级是比较不友善的。因为对我自己来讲，它还是有一点白。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有个断层了。我刚才还混了一些比较深的粉底液哦。我要说，它这一款是 Fit Me 反孔特务粉底液，那它不是那一款新出的 Pro， 所以这一款是会暗沉的。我觉得它在我的脸上暗沉的程度是大概半阶到1阶吧。哇，我在镜头上面看起来好白哦。我前几天有拍那种快转的化妆影片，上起来没有那么白啊。有点可怕。我本来想说，因为它那么白，那我就自己让它暗沉就好啦。我发现它的暗沉是整体会暗沉就是上的腮红啊、遮瑕也会跟着一起暗沉，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好看。我的脸有一点点干哦，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你看这边这一块蛮干的，有死皮。没关系，那我就不要再去大力推它了。我刚刚忘记要先上遮瑕了，哈哈。我没有买它那个黑眼圈擦擦笔，因为我就不喜欢它那一个 applicator， 我就用我自己有的 Fit Me 遮瑕膏。那我先拿10号来上在鼻翼的地方，对，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橘，然后上一点在眼下，然后眼皮。那我再拿25号当做一点点修容。我在用超级一点点的，因为这2个遮瑕还是有一点点橘，它是不是很橘？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Fit Me 的粉底液，我觉得表现还不错除了脱皮的地方，这边这半边肤质看起来很好，就只是可能有点太白了。那我就再拿 Fit Me 的丝绒蜜粉来定霜，那我就会把它倒在盖子上。均匀的粘在刷子上面，让它有一点点厚厚的，然后你轻轻按上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种平常你会看到有人拿粉扑来 bake 眼下这样子，那我就会拿刷子先按在上面，然后呢，我就会来上我其他部位这样子，再用刷子把 bake 的余粉扫掉，然后轻轻划过眼皮。OK， 完蛋喽！我现在心情很差，因为呢，我的麦克风不想要好好的运作。我刚刚录的东西大概分成3段，然后录一录它就没有声音了，有点烦。其实大家应该没有发现吧？就是我在录我 MacBook Air 的那一集，我录了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都没有声音。我也没有重新接麦克风什么的，但我也没有去动到它，我也没有摔到它，我就只是一样坐下来把相机打开来，它就自己不想要收音了，我心累累。首先就是边录要非常注意，就是我麦克风在收音。刚刚讲到哪里了呢？现在我要来使用眼影盘，然后它这个也算是那种贴纸，感觉久了会很容易被蹭掉。然后里面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颜色都还蛮实用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黄色，我就有一种我现在要怎么用它呢？但我有改观。然后里面这刷子我没有用过，可以直接这样。
我从来不用里面刷子。唉，那我就先拿这个最浅颜色来稍微打个底，有点极限了。先拿一个 fluffy brush， 然后我自己其实原本是没有想要买这个眼影盘的，我原本是想要买其他产品来凑到这个888，因为我以前就有听说过他们眼影盘的质地就很普通，这是我第一个使用他们的眼影盘。我以前就是可能去买个生活用品的时候，我就会去 Maybelline 的架子前面去刷一下它的腮红啊、单色眼影什么的，我就觉得还不错。我现在心情好差哦。那我就拿比较扁一点的刷子来上这个土棕色，在眼尾后1/3处，然后稍微有点进去我的眼窝。你看，我觉得它的显色度就很普通啊。那再来，我拿一支这种刷子，我要来上这个深咖啡色，然后先随便上一下，然后就拿刚刚这个刷子把它晕开。你看，这咖啡色跑到哪里去了呢？那我再拿这种扁的刷子，那我要上这个雾面的粉红色。它这几个雾面色我都觉得没有特别的显色，但是粉压得蛮实的，不会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脸上。那眼下的话，我就会拿这个颜色上在前2/3的地方，后1/3的地方我就是拿这个深咖啡色。那我再拿这一种形状的，我觉得这种形状的非常适合上亮片色，我觉得它很好抓那个粉。那我先上粉红色这个亮片，它不是亮片啦，粉红色这个珠光色蛮低调的。那我就是先上在眼窝这里前2/3的地方，晕开那个界限。那粉红色这个珠光衣也比较不会掉粉。好，那我们就来上这一个黄色，对，它比较亮片一点的感觉。那这个黄色它就会掉粉，所以我就会拿个东西遮着我的眼下，我只放在中间的地方。我觉得这黄色在眼影盘可能看起来有点但是其实上在眼睛上还蛮美的。你看它那个反光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点一点点在眼头。那因为我没有 Maybelline 的眼线笔，我偷渡一下莱雅的，我拿的是黑色眼线胶笔，我就只是想要画个内眼线。我刚刚去镜头外把我的眼妆完成，那我用的是 Maybelline 的这一支抗晕眼线液枫红棕，然后再用 Maybelline Sky High 这一支睫毛膏。我刚才想说我就是去画个内眼线，然后再回来，但我就是一直听到对面在施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外面只有噪音，一直有施工的那种不间断的轰轰轰的声音，我就觉得我好焦虑哦，就是会一直静不下心来的感觉。所以我刚刚就想说，好吧，那我眼妆就一次完成，不要这样一直来来回回了。那因为这3个也不是我这次买品项，所以我就不特别介绍。那我还没有上腮红，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他们家的腮红，我就拿眼影盘的颜色来当腮红，因为它其实也没有那么显色嘛，而且这2个淡色系的还蛮适合的。那我就先拿这个土色的，这腮红真的很淡。但这2个颜色真的是很美的腮红色，我的泛红好红哦。然后我就会再拿这一个浅的来叠擦在上面，但是就是上面这样子而已。那最后我买唇膏色号是135，135是一个比较南瓜烂番茄色的感觉，我觉得超级显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很白，连牙齿都白。它的唇釉真的很持久，但就是上完那一下下会很黏。忘了说，它这个唇釉这个上面的也是贴纸，有点小小失望，就只是贴纸而已，但很可爱。我现在脖子这个断层好像没有这么可怕了，就是它现在有暗沉的半接吧。我真的还蛮喜欢它这个黄色的。我今天其实本来想要走一个比较暖色系的路线，因为我染了这个颜色的头发。那今天我也会做一个实测，想要测它的持久度，还有它大概会暗沉多少。来看一下眼影，大概过了5个小时，眼妆今天没有用眼影打底，就只有用一点 Fit Me 遮瑕，然后用蜜粉稍微定妆。
眼皮感觉有一点出油，所以你可以看到感觉眼影好像有一点溶解了。之间我也有擤过鼻涕，所以鼻翼边缘处的粉有被抹掉，但是脸部出油的程度可以接受。唇釉我吃东西的时候有抿掉，忘记把头发放下来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